大家用的手机不一样 ，OS 也都不一样，大家也都各自有喜欢这个手机 OS 的一些理由吧，各自也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到底什么是好的系统？这次 vivo 拿出了他们的最新答案，就是我手里的这个 Android OS Ocean 我手里这是一个系统原型机是这个原 OS 的 2.0 版本。Android OS 发布已经有1年了，在当时就给了我们很多惊讶，觉得非常不一样。但是这台我觉得更加大胆了一些2.0 有什么变化？我们这期好好来看看。我们这次使用的是一台 vivo 专门给的一个系统原型机所以这手机不重要重点是系统把视频分成了5个小节。人类都是视觉动物嘛，最重要的 UI 界面。Android OS Ocean 这次彻底贯彻了扁平与符号化的设计语言，整个系统第一眼看上去真的是比扁平更扁平，非常激进的 UI 风格，各种简化。但 2.0 版本的界面元素实际上并不简单，反而还新增了更多可自定义的功能和出挑的元素，从颜色到字体，再到图标形态、主题等等细节，系统程序，再到桌面组件，追看这个面部和指纹的动画效果，移动桌面图标时这个碰撞效果等等，都透露出一种简洁文艺又稍显活泼的设计风格。这个海浪动态壁纸有点意思，如果你熄屏小于5分钟，点亮屏幕时只有小浪花，超过5分钟，这浪花就会层层推进，有通知或者播放音乐时，一层一层的大浪把你拍在沙滩上。进入桌面，左右滑动时，注意看右下角的小灯塔，可以看到整个海滩旋转的角度和 3D 建模的效果。这次还新增了几个行为壁纸使用步数可以从秋黄的草地踏上雪白的珠穆朗玛峰，可以走过重庆的朝天门，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局域网内通过光之域结交陌生好友，携手同行，把游戏都给你结合到一块了。这种极简扁平化的设计，喜欢的扣1，反之的扣2，看看大家的选择。但是过于扁平化的设计在许多方面缺少了一些层级关系以及重点的强调。我们在刚开始体验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点到底是什么用这种情况。比如原子笔记左上角的图标代办和文档下是不能点的，但是在全部类别里它又可以点了用来进行分类这种过于扁平化的设计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你得多玩多试多探索低情商就是增加了上手时间，对于初上手的人来说并不是非常友好。第二个，交互。Android OS 新版的锁屏架构中，解锁区域可以根据设置的锁屏壁纸自动匹配相应的颜色，透明度也可以自定义调节，指纹区也可以自定义不同的数字或者字母，也支持不同的快捷启动方式和通知卡片，尽量让你在锁屏下一键直达想去的应用功能。这种构想其实是 1.0 时代就一直强调的，就是尽量让你在第一层级就实现需求。当然了，上面说到的无层级问题这里又有所体现刚上手不知道这个快捷启动是该点按还是该拖动以为可以点按启动的相机或者播放器，它其实是需要拖动到指纹识别区域另外由于加入了这个动画的过程，主观感觉锁屏启动相机的过程还没有之前一样迅速之前的 Android OS 还保留了经典风格，这次 2.0 将2个平行界面风格给融合到一起了，依然有丰富的图标自定义功能的同时你也不需要再去纠结使用经典风格用不了放大图标，这探索风格下呢，这图标太大又看不到程序名这种问题了。没保留原始的桌面风格，也能看出 vivo 这次是要彻底贯彻 Android OS 特点的一个坚定态度吧非常有特点性的这个小组件我们体验下来依然感觉还是有一些小问题，例如左滑或者右滑翻页，这手指触摸到相册精选区域，上下呼出全局搜索时触摸到计时器。相比于 iOS 的小组件，虽然它的可操作性更多，这个有些功能确实很方便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误操作性。另外还有一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在桌面上滑始终且只有原子组件界面？之前的系统在探索风格下，你上滑桌面弹出的页面，左右滑动还能够切换所有程序和原子组件，而现在这2种风格给你整合到一起了，却只剩了一个功能菜单。其实大众用户一般在设置好这些之后，很少去修改或者新增了希望之后上滑手势能有更多的选择性。桌面上的文件夹这次改成了全屏模式，但顶部和底部区域是无法进行滑动的也有点不太符合直觉，需要适应一下。小窗与分屏模式这次相结合到了一起，从屏幕左下角向内滑动即可快速启动小窗模式，拉动边缘缩到最小可以变成图标吸附在屏幕侧边扩大即可进入全屏模式，拖动到屏幕底部稍作停留即可进入分屏。相比于之前的版本，很多需要点按的操作滑动起来确实更加顺手，而且将小窗和分屏相结合到一起也确实更加好用了。如果你是萌新，你可以在设置里边进入学习模式，教你一步步使用。右下角的交互池部分现在也不仅仅只用来呼出卡包支付了你看这里它就没有直接干掉旧的就保留了2种功能选项，新增了原子随身听的卡片也是这次更新的一大特色依然支持多家音乐平台，在界面上支持多种自定义，
器，也支持了歌词显示。音乐面板上的色彩形状也可以根据音乐类型显示不同的动态效果。对于喜欢听歌的人来说，这个全局呼出的功能真的非常方便，建议别家可以学一学啊。这次 2.0 的整体设计风格在众多 UI 中算是独树一帜的了。人们看着新鲜，但是体验下来上手的门槛还是不低的。我们在 1.0 的版本就讲过啊，设置里边光2、3级菜单就多达近100个啊，确实需要利用一段时间调教好自己用起来舒服的功能设置，例如图标的边角大小啊、手势操作、各种界面弹出的功能等等等等。但只要找准了你最适合的使用方式，用起来还是 OK 的。第3个，通知。原子通知在功能和视觉上这次也有升级，可以在熄屏、锁屏、状态栏和桌面分别显示了啊，支持了出行的航班或者车辆的颜色，也支持了更多的服务类别，比如暴雪预警、空气质量、验证码提醒、游戏复合倒计时等等等等啊，非常多。你的所有事项与计划、航班、火车、会议、快递也都集合进了通知中心右上角的重要通知里，利用从上到下的时间线自动规划未来的程序，还是非常简洁明了的啊。相比于之前交易的能力来说，算是保留精髓，去繁就简了。不过桌面上的原子通知组件还是1×2的布局方式啊，重要通知多了，想要上下左右滑动查看不同的信息时，还是显得有点屈才了。第4个，内置软件。系统内置的便签 App 这次升级成了原子笔记，整个界面风格和使用方式也进行了大改，有更多的标记方式和排版功能。原子笔记中也结合了代办和文档功能，相比于之前强大了不少。我们体验完觉得挺好用的啊，升级了你可以试试。重点想说一下新增的原子阅读 App， 完成度非常高，毫不为过的说是一款十分精美的阅读器啊，其中结合了不同领域、不同频道的内容，不同的内容会自动匹配不同的排版样式。当你看到文章里感兴趣的内容，像这样，你可以拖动顶部的荧光笔标记到段落上，快速收藏或者添加到原子笔记，自动生成排版。瞧瞧，是不是挺有文艺范儿的？不过可能是早期系统版本的原因啊，在我们的使用中也发现了部分内置应用的菜单或者风格有一些割裂，例如这个控制台界面，它还是以前的风格。不过没准当你用上的时候，它就已经统一了啊。第5个，隐私保护。这个方面目前国产的 OS 都开始重视起来了。OriginOS Ocean 做了一个原子隐私系统，可以说给你的隐私加了一个保险柜吧。在主页的 Dock 栏向左滑就可以找到入口。整个隐私系统界面采用了稍显神秘的浅绿色风格，你可以将系统外的程序迁移到这里啊，当然还包括各种文件类型啊。这些数据完全保留在本地，不会上传到云端，也完全与外面隔离。隐私系统内的所有数据都会有一个清晰明了的图标界面，告诉你使用了多少本地存储。在权限管理上，可以统一控制隐私系统内的网络定位和摄像头、麦克风啊，挺细节的啊。在安全认证上呢，你可以设置双指纹认证。如果你有几十亿的大买卖的话，我知道我看我们视频的人一定有大老板，扣1的就是这些大老板。你甚至可以设置每1分钟就识别一次面容啊，防止非机主使用和进入。当然，这种设计感非常强的风格好不好看还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儿。如果你觉得好看，请扣1；如果你觉得差点意思，请扣个2，可以走波弹幕。不过这种够大胆的改变呢，更加扁平化的设计，在初次上手的时候，你适应的时间要更长一些啊，这也算是它一个小缺点吧。我自己都适应了一段时间。这次 AndroidOS Ocean 呢，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尝试，毕竟在整个手机 OS 圈已经许久没有什么特别新的、特别让大家记住的这个探索了，反而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自己粉丝对自家 OS 的一些吐槽。经过 1.0 的这个架构搭建之后，这个 2.0 呢 vivo 算是找到了一个自己的方向，而且也非常明确了自己的方向。这对于一个手机品牌来说绝对是一个好事，毕竟探索无止境，也只有探索才会有新的东西出来，给用户一些新鲜感。用户永远是不会拒绝好用好玩的新鲜感的。OK，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我要的不多，3万就可以了。更多内容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